谢谢。走。Hello，两位可不可以乖一点？跟你们两位一起主持我很累嘞。今天我们是来看戏的，一定要有汽水和爆米花。对哦，你看戏不吃 popcorn 啦，你不用担心，这个是你的份。来，哎，但是我们今天是去看电影院，又不是看戏。啊，没有在看戏哦。那这样我们就退货啦，退哎，货。看戏院也是可以吃爆米花的吗？球球 ，Let's go。走。 Hello，欢迎来到 Shaw Theatres PLQ， 我是轩玲 from Shaw Theatres。哦，所以你今天是要带我们去看戏院的？对，我们可以一边看戏院一边吃爆米花吗？可以往那边走。哦 ，OK。跟着你，Let's go。小岛国大发现。小的来嘛，来，我去拿。好，这就是小的雷嘛，不要这么靠近，我今天没有化妆。给我。上电影院最注重什么？我觉得上电影院最注重的是跟你看电影的人。我觉得是看什么电影。但是我觉得我最注重的，一进去电影院第一个先检查的就是手机有没有关静音，还有绝对不要跟可乐去看，为什么？因为他讲话跟笑太大声了。没有，我不会。哎，我跟你们发誓，我看电影超安静的，我全程贯注的看那个电影。怎么可能？你讲话就好像呼吸一样，你哪里可能安静？我们这里总共有12个影厅，9个 normal 的 hall， 2个 room， 还有一个 IMAX laser 的 hall。我听说还有一种电影院是专门给小孩子去看的，那个是在哪里啊？ OK， 那个地方在 Shaw Theatres Jewel，which is 在机场那边。然后我们的影厅的名叫做 Dreamers， 在里面灯光我们也不会把它完全调暗，声音也是比较小声，里面的设计也是比较 colorful。 我觉得这个概念不错，可以全家大小一起去看电影，也没有压力，对不对？是带着小孩去也没有压力。虽然我们不能带可乐去看 Dreamers，那今天可以带可乐去哪里？嘿，我们可以去看 IMAX laser，Let's go。哇，直接 let's go 哎，不要等，拿不要拿，拿一下用2只手，一个拿一个就对了。你有份吃的哎。不要，我不想吃。哼，生拿气！子走啊！你不要跟我拿，等下我不会给你吃的。哇，这么大，哇，所以到底什么是 IMAX 啊？ IMAX 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体验，所以它在这个体验里面呢有3个特点，一个是音响，就是说它不只是前面后面，它左边右边跟 overhead 都有那个声音。哇，哎，你们看，这个头顶上也有哎。那这里到底有几个 speaker？ They call it the 12 channel system， 所以它有12个 speaker， 然后它每一个音响在每一个座位都是 laser align 的声音。 然后是它的 seating，in between 每一行它的 gap 比较大，所以不管你坐在哪个位置，你都没有被 block 到。哦，可能何门不明白啦，因为它的高度，它前面的人是顶不到它的。对，怎么样都看得到，是不是？但是现在 IMAX 的座位哦，是连可乐坐得下去，前面的人都不会顶到它的那个。对，是难怪呢，特别的宽，因为坐下来的时候也特别的舒服。哦，这个。 来吧，有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我们。戏院是不是有黄金区的座位？有，最 prime 的 optimal seat。我觉得黄金区的座位有可能是比较偏中间，然后中间那个音响系统打出来的声音也会刚刚好。没事。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跟可乐一样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就是在后面比较偏，没有靠奇奇墙的那边怪怪，就是窃窃私语吗？没有啦，因为靠墙很有安全感。你要有安全感，以后放 seatbelt。对我们真的。 ，just kidding。其实我们问号房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电影院哪里是黄金位？那 for IMAX laser 应该是没有这个黄金位吧？对，因为哪里都是黄金位。位。对，所以不管你坐哪一个地方，你都会有一样的 effect。我看这个荧幕比普通戏院的荧幕还要大。是的，它就是从地上到顶，它都是没有一个 frame 或一条线 to block 到你的视线。哦，真的。全屏，有没有发现到那个 screen 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这边看是看不太出来啊，还是我们可以下去看？可以。近距离可能比较明显。是，看得出差别在哪里。很大哎，其实。越靠近越大。哇，哇，好壮观哦！哎，其实真的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哎。哎，小心！哎，小心！不可以碰。为什么不能碰啊？
因为如果你一碰到了，它就有一个瑕疵，然后在那个电影播放的时候就能看得到，我们就不能用了。如果我们要把它换掉，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怎么说呢？ OK， 在2011的时候 ，right， 在例如我们第一个 IMAX 的影厅，我们得把外面的玻璃拿下来，然后再从1楼运到5楼装上这个屏幕。因为它不能够拆的吗？不能够一片小小片这样组装上去吗？不能，它就是一整片，然后有10多个人把它铺上去。这个很大片哎。那如果那荧幕肮脏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去碰它，就是稍微的打扫旁边。哦，那刚才其实我本来想要碰的时候，是因为我想要去感觉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我眼睛所看到的圆弧形。不敢相信你的眼睛，对不我对们？这么靠近，看到这么大的荧幕，我就开始头有点晕。是，感觉我们太累了，我们应该要回家。没有回家啦。对，如果你看清楚，它真的是一个弧形。哦，所以这里的电影院跟外面电影院不一样，就是这个大荧幕呢是弧形的，那外面的电影院呢是平行的。对，答对了。黄色的国坤耀，我跟你们说，以前呢，我看这个投影机室呢是非常古老的，这样转、这样走、这样走的。我觉得这个 IMAX 的应该是非常的先进。雪玲可不可以带我去看呢？宣灵哦，不好意思，雪玲姐姐可不可以带我去？，OK 啦，OK 啦，走吧。而且它这样转，这样转都的。为什么？他手转，屁股要转的。你进去过吗？没有，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进去这个投影机室。终于有机会哦。耶！哇，哎，可乐没有你所谓的那个转呢。没有，非常先进。对，这属于我们的 IMAX 投影机 projector，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sound system。哦，所以这个是投影机，哇，这更大哎。这么大哦。对，因为 IMAX 的庞大的一个 setup，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 projector 跟那个 sound system 去跟那个电影一起配合，就给你看整个 IMAX 的体验。所以其他的电影院所用的投影机就会比较小，是吗？是的，就是比较小型，然后用的是digital content， 就 download 进去电脑。哇，这我真的不知道哎，今天终于让我们大发现了。也就是因为这样，票就更贵吗？是，但是是值得的啦。对，但是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 IMAX 的一些短短的影片？哎，短短就好，体验一下。 OK， 可以看 IMAX 的小小的一个 demo。耶，太好啦！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只要灯一暗呢，我就会完全投入进电影世界里面。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到投影机室，我非常开心，我要在这里打卡，耶！ Why live in just one when you can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richness of others? Worlds that will break your heart. Experience these worlds to the fullest, then experience 1,000 more. 它是哇，意犹未尽。哇，我可以很肯定，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 IMAX。看到这个短片，我发现到我好像真的没有看过 IMAX。这个体验哦，我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哎。我完全不开玩笑，因为我刚才连 popcorn 都没有什么在吃，我直接起鸡皮疙瘩哎。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个荧幕哦，仿佛是有立体的感觉，没有想到这个 IMAX， 哇 ，next level 啊！更让我们大开眼界。真的好发现呐！好像只有我们2个人在看哦，他们都没有在看哦。还没在看我刚才看到目瞪口呆。哎呦，大的哇，睁开大很大，可是觉得真的很不一样的 experience。是。这个 experience 是不是很好？要不要 continue？continue， 我们买 ticket，let's go。谢了 English 嘞，那个 curiosity。我们对很多身边的事呢，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天又多学了一点，走，我们去看 IMAX 电影喽。哎，看电影之前在这里打卡。小岛王大发现。哈，又是安全帽、安全靴，怎么办？七早八早起来晒头发哎。对哦，等下戴这个安全帽，整个头发就乱了嘞。今天又会被晒黑的一天。我有办法。不如我们1、2、3。
你们好，我是嘉俊，你们看我叫我 JJ。你是 JJ，我是 Stephanie 孙燕姿，为什么你要追啊？他们是新加坡动力火车。你穿工地装哎，你不是阿杜吗？不是，我是建物局的高级工程师庄家俊。哦，所以你要带我们去看什么？今天我要带你们看建物局如何建造组屋。哈，这么危险的工作我们不要去应该啦。这么不方便啊。放心，我们已经准备好安全鞋跟安全帽给你们了。哎，那就没有办法啦，恭敬不如从命吧，去吧。 OK 啦，反正也逃不掉，走是啊。，要面对啦，要面对啦。哎呀，这个我们带过了，那我们带来会不会不美丽？本来就不美丽，不用担心。依然娇艳啦哈。我都有点没有血进我的脑哎，太轻啊！可以弄松了。我弄最松呀，你看。我都跟你讲，你头很大了，你不相信我。哎，这样，最松。这个最大号的是吗？对，就有一个 size。哎呀，大头，下雨不愁。跟着我来，前方就是了。哇，第一次进来这里，心情非常澎湃哎。是非常震撼的，感觉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这是我第一次进来这个 HDB 建筑的地方。 OK， 姐姐，请问新加坡政府组屋是怎么建造的？我们现在在宜顺的一个工地里，这里采用了预支体积建设技术，也就是 prefabricated pre-finished volumetric construction。哇，有没有简称有，简称是 PPVC。 ？PVVC 跟一般的建筑建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会在工厂先预制模块，并进行组装，有内墙、地板，还有横框，然后再运来这里进行组装。小雷芒那边，会是什么问题呢？新加坡的政府主屋是怎么样建成的？建筑工人建成的。谁知道？哦，用手这样，对，然后打地基，嘟，等一下，打地基，嘟。然后挖土机啊！一砖一瓦的建造，就是慢慢拿那个 brick 啊 brick。可现在没有了啦，没有了有些是一片一片这样下去的。现在他们是整个 box 这样一对楼一楼这样搭上去的。所以你看啊，木的就有玉木师啊，就是海洋馆就有那个管理员啊，所以这个建造政府主屋的肯定就是建筑师。哇，真有才华。 Wait a minute， 所以我猜对了，对不对？它是一箱一箱这样装上去的，对不对？对，是像类似于搭积木的建筑法。 Wait a minute 啊，我说是建筑工人做的，是不是？建筑工人需要他们做，他们拼上去，对不对？对。你有讲，我都没有讲。人就是用手来做这些工的，对不对？我不想跟你们一起主持啊。讲了没有讲？我们做节目是不是一定会有 cameraman？ 是，cameraman 是不是一定会用手拍？是。那我想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运用这个 PPVC 的技术？我局在2017年就已经运用这个技术了。啊？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更早以前就有这个技术？其实我局已经在2014年已经研究这个技术了，但是在2017年我们正式推广，在目前2019之后，35%的主屋都是采用这个 PPVC 的技术。那你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技术呢？ PPVC 技术有多方面的优势，可以提高建筑生产力，提高建筑的素质，减轻污染环境，提高工地所需要的安全，和减轻工地所需要的人力。哦，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那大家都会想，是安全吗？可以跌多高？会不会跌下来？哎呦，这样我们走在下面不是很危险？不会，这个技术其实很安全，而新加坡已经有到达40层的主屋利用这个技术。哇，这么高40层呢？日新月异，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的主屋可以使用省时省力而且安全的方式来建造，在这里打卡。哎，你们看，这是问号房的问题，看到了照片。是。加。OK， 来。这是什么？我知道，防空壕。不是啦，不然呢？这个明明就是抽风机。所以你觉得它是厕所？厨房。我不管，我觉得是建造主屋里面的防空壕。我觉得是建造主屋里的厨房。我认为是建造主屋里的，我们晓得。
这是防空壕的3D 模块。掌声给我，真好笑的。哎，什么？我只是忘记我讲什么而已。是不是现在所有的房子都有一个防空壕啊？在1996年，建屋局在每个建屋主屋都制作了一个防空壕，让居民在必要的时候进去避难。请问这个3D 模块都是一样大小的吗？不是的，这些3D 模块会分成卧室、防空壕、厨房、厕所等等，并且在它们摆设的不同房型和摆设的方向也有些不同。哦，我有问题，你们为什么要特地把这些模块放在这里啊？因为工厂和工地的空间有限，所以工厂制造完这些3D 模块，我们会把它们运到这里进行组装，并存放着，再送往工地里搭建。以搭积木的方式把不同的3D 模块单位组装在一起，实在太厉害了！我要在这里打卡，耶！哇，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现在要去搭电梯，而不是普通的电梯，而是工厂的电梯。哎呦，来这里请。这就是那个电梯。哇，这个是临时建的嘞，安全吗？安全啦，可以21个人，我们现在4个人。哎，你看关起来，关起来了。哦，很厉害。我吓到我哎！哦 You never warn me first。哇，你 get 哈，你惧高症哈。没有啊，这个怕什么？你疯了！你讲他惧高症，他长得1.9多，哪里怕高？我怕高，我看到这种。哎，所以我们一踏出来就是走廊。对，这里就是建筑物的走廊。我现在带你们来看起重机如何将3D 模块进行组装。开始了，开始了。所以整个主屋都是使用3D 模块组装的吗？不是，我们先在工地里，工人会先建搭第1层和第2层作为基底，然后再将模块一个个吊起，进行组装。那个3D 模块叠上去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一次机会要调整好它的角度呢？叠上去之前，我们会确保4角都对齐，我们才组装。组装后就不能再移动了。啊，其实人工真的不多哎，其实有差不多5、6个人在上面。 5、6个人就可以解决了哎。哎，所以我们现在在站的地方也是一个模块。对，我们所站的地方是一个模块，这里以及这里已经是另外一个模块了。哦，所以是把不同的模块拼在一起，变成一个房子。对。新加坡有多少人口居住在政府主屋呢？又是一个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郭坤耀可以替我们回答，来回答。大概88%吧。 88%，新加坡人口的88%是住在政府主屋。新加坡有80%的居民都住在政府主屋，而最新的主屋我们有35%是使用 PPVC 的技术。新加坡居民有80%的人住在新加坡主屋，所以答对的是我们。没有，是我们。你确定不是 Desmond？ 还是可能。OK 啦，我们答对了。我们答对了，厉害啦！哦，完成了。是完成了吗？对，现在已经组装完成了。哇，恭喜那个 owner， 他的房间已经好了。新家。啊，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娟姐，不是邻居姐，谢谢你。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吗？没有。但是我有话对你们说，因为你们的工作真的不容易。虽然现在有新的科技呢，但是还是带着一点危险啊。我们有这么好的家可以住，都是你们一手工作，辛苦把它建出来的。谢谢。太厉害啦！科技也使我们更便利哦。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是居住在政府主屋，今天有机会见证到每天居住的房子的建造过程，真的是又长知识了。哇，就在这里打卡吧。小岛王大发现。等我。很好嘞。我们来到 Gardens by the Bay， 但是很晒耶，我要回家了，拜拜。等一下，我们今天来找谁？不知道，应该是收工了啦，没有人讲。这么快咩？我们的助导蔡依婷。啊，一听。蔡依林的妹妹，交给你。OK，我来看看一下，找什么？照片。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难道是人扮树还是树扮人？哦，哎呀，节目这么多集你还不懂？我们先找树，就一定找到人了，对不对？哦，没事没事。走去找树。走啊走啊，不要浪费时间，很热哎。哇，哎，很漂亮哎！你一直这样挑，你找得到吗？你记得它长什么样子吗？等下，嘿，不要着急，你们看前面这个树，是不是照片中的那个树？一样哎。树下还有一个人。我都跟你讲了，找到树就找到人了，我们去问看。Hello，请问你是我们要找的神秘人吗？嗨，你好，我是曹宇这里的园艺师。啊，园艺师是什么？我们是负责照顾这里的花草树木的。那你跟玉木师有什么差别啊？玉木师他们照顾的是比较多大型的树，但是我们照顾这些比较小型的植物，看有任何的问题。哦，我们刚才拿到这个照片的时候，看到这棵树，觉得很特别，它好像那种刷奶瓶的。像刺猬，像刺猬。对，这棵树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OK， 它是palm tree的一种，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的那个枝叶，对吗？会保留在它的树身上，等它再继续长高的时候，还是不会掉落。哇，很特别，没有看过，在外面完全看不到。稀少。对，这是我们从海外带进来的，所以我们是唯一有这棵 palm tree 在新加坡。哇，Garden by the Bay 唯一的镇店之宝呢。对。哇，很高哎，我一点都不怕。你不怕吗，可乐？因为我是小鸟，我可以展翅高飞。曹毅啊，我想问你，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桥到底有多高？这个桥离地22米高， 22米。对，那 Super Tree 有多高？大约25到50米高。 50米是那个最高的，最高的就是你后面那个。哇，我印象中呢，这个 Super Tree 是一样高的。今天来的我才知道，原来是不一样高的。这里到底有几个 Super Tree？我们算一下，你慢慢算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有几个了。那你多少呢？你怎么知道？等它算完喽。好。OK， 我算了13个。错了，有18个。哦，对，我们这里总共有18棵。你看导演，他们不看稿呢。为什么他每次要偷看稿？是我刚才很认真，我走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数了，我认真的要把这个地方讲好。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讲好。对了。那为什么你们要建这个 Super Tree？ 哦，为了配合周围的高楼大厦，如果你从金沙看下来的话，你会看到有层次感。哦，那在建造这些 Super Tree 的时候，设计方面呢是什么样的概念？对，所以起初设计师是以颜色来分配不同 Super Tree 的颜色，所以每棵树会有自己的颜色，就有黄色、有橙色、有红色啊。啊？起初啊，现在没有了。难道它自己会变颜色？因为新加坡气候跟外国不一样，所以他们慢慢就变回青色，没有像我们起初从外国带来的时候是红色、黄色、橙色这样子。哇，第一次知道植物会因为气候而变颜色。是的。其实因为 Super Tree 有18个，然后又很高，对，所以你们要怎么照顾它们 OK， 我们有3位专业的团队来照耀这些在树上的那些植物。 3位要照料18棵 Super Tree， 相当辛苦的，对。哎，来了！来，哇，真的可以升到22米这么高哎！那他们是怎么照料的？ OK， 他们就会有修剪、浇水、清洗、检查的步骤。由于九重葛是一个攀藤的植物，因为晚上会有灯光，所以为了美观，不要顶到那个灯，我们会把那些长的绑在铁杆上，或者把它剪掉。哦，对。 园艺师每天都要在烈日当空下为晴天树上的植物修剪、浇水和检查，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要在这里打卡，耶！就是这个，没错。 猜猜看，一棵晴天树上有多少株植物？株就是一颗小小颗，所以就算是同类，也算是2颗3颗这样子算。哇，这样很多哎，多108株。 500。
800，哪里来的答案呢？就是不可能输给人家输，哦，应该有多一点。你决定还是108？我不确定。你换过来了，801。我觉得 Super Tree 上面呢有801株植物。所以这里的 Super Tree 上有多少棵植物？这里的18棵擎天树上总共有158万棵植物，320多种。 158万棵植物，刚才他讲158，我以为就要结束了，还要加个1呢。虽然我是最接近的，但是还是错了。这里就是我们刚刚白贝的苗圃。哦，苗圃主要是用来培植不同的植物，这里有大约500多种不同的种类，确保园区里有足够的植物来替换。这个苗圃到底有多大？对，这个苗圃大概总共有2个足球场这么大。 2个，确定吗？2个，对。哇，非常大。所以2个足球场这么大，到底种植了多少植物？这里有高达上万棵的植物。上万棵。上万棵的植物，那有多少个种类呀？我们所站的这一区对吗？主要是2个种类，就是有 air plant 跟凤梨花。 air plant 是刚才我们在 Super Tree 有看到的啊，对对对，这些也是 air plant。哦，只是长得不一样。是，而且我看到一个非常特别，跟我一样非常漂亮的凤梨花，你看，哇这个特别大颗哎，你们看。它是 Beuberger 凤梨花的一种。哦，所以这个是凤梨花。对对对。所以在苗圃的植物要长到多大才可以拿出去展示？可以，只要它们的那个情况健康、美观，我们就会拿出去种了。这么大颗的凤梨花是几岁呢？大约10岁。 10岁。10岁为什么还在苗圃？哦，因为这些是我们所收藏的品种，所以它们还会留在苗圃里面。那这个苗圃最老的是什么呢？最老的哪一棵可能就是照顾这边的。然后这边的是因为这边的那个叔叔还是阿姨吗？啊，叔叔对。什么？他在问你植物了。我来带你们来看比较特别的 air plant。哦，什么意思？ OK， 所以这些 air plant 对吗？他们是我们第1代的 air plant。你第1代的意思是你们建 Gardens by the Bay 的时候是用这个花？我们第一批从南美洲带进来的这些 air plant，所以这是我们的第1代。那这个也是有绑在Gardens by the Bay的擎天树上吗？暂时没有，因为这个它在外面找不到，而且它的那个体型比较特别，所以我们拿来做这些收藏的这些品种，所以只能在我们的苗圃里面找得到。我看到一朵很美丽的花，我可以拿吗？可以，当然可以。这真的很特别，上面还有长花的。还有一朵美丽的粉色的花。那请问这个什么名字啊？这是叫做 Tillandsia Strata Heart Leaf。Tillandsia。好像名牌的名字。很高级的名字。对对对。其实一般的 air plant 会开花的嘛？平常我们在家里的没这么常开花，所以这比较稀有。是特别。那请问它美还是我美呢？不要这样为难我嘞。OK， 那你就不要讲话。安静先，安静先。我在为难他，这么难回答吗？当然是这朵花啦。OK， 可以这样。擎天树上植物的排列都是依照色调来设计，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花草来替换，园区里还有苗圃来培植。我就在这里打卡吧。小岛国大发现。这个原因是叔叔在做什么啊？记得那些在苗圃看到那些 air plant 吗？所以他现在在把它绑在 Super Tree 上。哦，那我们可以过去看吗？好，可以，当然。 OK。嗨，安哥。Hello。sorry。哎，所以每一棵 Super Tree 上的植物都是一颗一颗绑上去的。是的。哇，所以那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呢？所以如果他们有生病了的话，或者枯萎的话，我们就会把它们更换下来，换一颗新的上去。所以 Super Tree 上面的植物是怎么样被挑选的呢？看它们会不会适合垂直种植，不需要泥土，容易照顾，强壮，也不在下坡常见到。哦，很多条件呢。真的。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 hands on 一下？当然可以，试试看啊，要不试试看来。Hi， 安哥。May I try？ Thank you。就把那个 air plant 靠在那个架子上，然后就绑。所以怎么样转都可以吗？啊，这样子就更好啊，对，这样子就好。extra 的那个。看那个 cable tie。OK。来电说说了。短，对。
你们看，轻而易举，小事一桩，这种简单的东西肯定不要叫我做 ，OK？ 哇，嚣张呢！那有没有很难的事情可以给他们做啊我们可以尝试那个清洗的步骤，好吗？ OK， ？OK， 我要小心，来。哎呦，所以是下半身的。杯里面清洗，看好好，要清洗。把里面的脏水洗出来这。个是清洗，不是浇花，OK？小心！不是浇花。你故意的，不要公报私仇。水。哎呦，黄振龙试试好，看。来，你继续，去那边的往那边这样，啊，哎，我试完了。你们看，你站这边，你还在那边，我怕根本都拍不到我。哇，真的是为了镜头啊，什么都可以试上。这边啊，对。哇，你很厉害，你还是有做过哎，你会这样。不瞒你们说，我以前是洗车的。哎，不好意思，你在洗那个柱子哎。要顺便洗地上。哎，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堂哥，喂，我觉得你们刚刚做的是不对的示范，不专业的。哪里不对？你刚才你说是帮他们清洗嘛？对，是这样子清洗植物的，对，然后顺便也帮他植物浇水。也是顺便。一举两得。是，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开心，有尝试到了很多，然后又在长很多的知识。谢谢曹毅，谢谢你，谢谢。原来擎天树上的植物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不仅是不需要泥土，还非常容易照顾，而且这些植物呢，都是在新加坡非常少见哦。在这里打卡。这里是哪里？哎，你看我们后面这边是个植物园哎，难道我们是来找育牧师的？有可能哦。哎，我看到了线索。什么？过来，你们看这个 Set for Dination Tech，Set for Dination Tech。哇，哎，第一次你讲对哎，Set for 哎，不是 Set 3 Set 2哎 Set for 对，是 Set for Detention Tank。差不多啦，你们不要嘞。我们找到这个也没有用哦，我们要找找回Hello， 我等你们很久了，我是瑞强，是公用事业局的高级工程师。哦，瑞强哥，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你怎么知道他是我们要找的人？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吗？是啊，那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我们的史丹福地下储水池，地下储水池？让我带你们进去，你们就知道了。哦，那里面有鳄鱼的嘛？有鱼的嘛？干净不干净？会不会有味道？哎，我听说这里没有厕所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穿上安全装备。哦，强哥不方便了。我的跟你们不一样，哎呦，高级了！它是 zip 的嘞。哇，你的帽子也是不一样哦。visitor 用跟我们天天在用不一样。你看，不要问太多。强哥，哎，你 Jenny，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这里要建造史丹福地下储水池呢？你记得乌节路有淹水的情况吗？好，下一题就是一个女人脸。人脸。新加坡发生最严重的水灾是在哪一年？我出事了吗？我猜是 Orchard。我也是哎，为什么会记得是 Orchard？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Lucky Plaza 好像，然后底层的那个店也全部都淹水了，所以我只记得这个，但是是哪一年我不记得。2004，大概2004到2006吧。不可以，只可以说一个。我没有2005。应该是差不多10年前，所以我觉得是2010年在乌节路。2008年在乌节路。什么都不懂，随便乱倒啊！2011年在乌节路，我现在因为我重算多一次，有可能是我中二的时候，我就14岁了嘛，不可能我 primary school 发生，我记得是中学发生。你中二还是中毒？中二。2010年吗？对啊。不记得，给我掌声！对，你猜对，你的10年前哦。我记得他在那个乌节路那里嘛，然后那个购物街全部都淹水了，对不对？是的，这个储水池是为了延缓乌节路淹水的情况而建的。这样 bling 的。你确定你不是警察？为什么我们的有这么多洞，你们没有洞的？还有不要应我们。我差一点打电话给他，我以为他 silent 了 ，silent。这边 reception 不好。这
这里就是进入储水池的进口处。这里所以进去就到了。这是 shopping center 的电梯耶。对呀、我们搭电梯就下得到，下，所以多深10米深。喂，不是叫你关电话塞了呢等一？下，很重要，轮流下去地下储水池，谁先下？哎，轮流。呀，哎，他跑去哪里？他跑掉了嘞！哎呦要怎么下去？哎，应该是这边，你看看。哦，这个是对啊，刚才说这个是对，要下去。哎，开了。好吧，这样谁你们要谁先下？啊，你先下你先下哎呀，lady first，lady first。哎，那边啊，这边一个叉叉，好像很恐怖，你看后面。只有我一个人呢。哦，怎么办？很紧张。到了吗？你看现在还有回音还有啊，是他到底一个人一直在跟谁讲话吗？小岛王大发现。哎，这是什么？哇，密室逃脱啊！我们可以下去吗？我们就拍自己你们先下去，自己拍啊，记得肉啊。真的下去啊！啊入了。可能会不会笑我们？可能。看，我就知道你会笑了，烂东西。是我们。没有人嘞，没有人的我。Hello， 很害怕，没有人，我看不到，什么都看不见。哎，我看到你了，Uncle William。我现在很开心看到你们，我现在要吓回他们了。OK， 好像他们一定懂我会吓他的。很黑。强哥在哪里？强哥，我们很害怕，太黑了，看不见。强哥，哦，哇，看了。哎，强哥在那边。哎呦，怎么你抛弃我们？对喽，去哪里？我们终于看到你了，为什么抛弃我？我是第一个女生下来的，非常害怕。我在这个电梯里面呢，3分钟感觉很像3年一样。虽然10米，但是它电梯走得很慢，而且空间很大，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在里面做什么吗？做什么呢？跳舞。江哥，这里是哪里？你说储水池，你没有看到水啊？哦，我们现在在新加坡植物公园地底下，这里能容纳38000立方米的水，相等于奥林匹克游泳池15个那么大。 15个奥林匹克游泳池是在这里。就是那个问号房的问题。对，而且我们在植物园的底下。对，我就在讲那个，哎，所以上面这边是植物园啊。第一道问题在高处，由最高的我来拿。干将啊你！你看，在新加坡的某处建了15个奥林匹克游泳池，你们知道在哪里吗？那里很大，然后哦，又来了。新生水就是那个他们过滤过的水，我们喝的水哦，加起来有可能有15个奥林匹克的游泳池的水。有，对我的 answer 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真的不熟。我觉得是 Bordeaux Reservoir。哎，有可能，会不会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到那个水池啊。对，储水池，喂，在里面，还有里面啊。里面还是下面讲好？里面跟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你们就知道了。好跟我走。好 ，OK。哎呦，哇！好大！来，你们往下看，这里就是储水池了。哇，原来储水池长这个样子哦。
这里就有30米深，相当于6个双层巴士叠在一起那么深。所以乌节路的雨水会到这个地方什么？储水池，对不对？不完全是，一般上雨水都会直接从荷兰路的沟渠直接流到史丹福分水渠，只有多余的雨水才会流入这里，暂时储存。啊？什么是分水渠？分水渠就是在史丹福地下储水池的下游。下流？你真下流？流下去了。是canal啊，canal是不是？它是个canal，对。它是个canal。哦，canal。所以它是什么作用的？史丹福分水渠就是从东林到新加坡河总长2公里的一个渠道，它是能把雨水绕过乌节路，直接通往新加坡河。那什么情况下是多余的雨水才会流到这里？就比如说在荷兰路一带的沟渠，假如说雨水在沟渠里的水位提高到28%，多余的雨水就会流往这里。哦，明白了。史丹福地下储水池和分水渠都是非常艰难的工程。史丹福地下储水池呢，我们是必须从上往下慢慢挖掘的。那史丹福分水渠呢，我们是必须在不停止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在地底下24小时建造。哇，那么艰难哦！我有个问题，因为我不是工程师啊。刚才你说这里是从上往下建的，那一般上这种搭呢，不是都是从上往下建的吗？因为你要一直挖，越来越深啊。一般上的工程呢，我们都是先挖掘到地底下，然后才从下面建上来的。这个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地方有限，所以我们要从上慢慢的往下建。哦，这里往下走还有多深啊？这里我们还能下多20米。啊？是有电梯吗？我们要走楼梯下去。哎，我们已经在这个10米已经非常没有空气了，我要窒息了。我再下去10米，你要给我人工呼吸了。不会啦，走几步路没有事。没有事了，他不要给你人工呼吸了。有事啊？哇，等一下爬下去还要爬上来哎，好可怕呀！哇，这里如果是有惧高症的人不能够做工哎，在这边。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哪里可以？你看，so scary 嘞。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这里很大嘛，你们经常都有人来这里 maintenance 吗？是啊，我们经常都会有人下来做维修工作。我们每年也会安排更深一步的维修跟检测。这里就是20米深的地方了。哦。那我想问，目前雨水最高达到哪一个水位？因为这里是为长远而建设的，我们目前还没有用到这个储水池。所以最高只有可能1到2米吧。我常听到人家说 prepare for rainy days。哇，是我们竟然在20米这么深了，我要去30米。今天就不下去了，因为你看地面湿滑，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下去了。还有青苔啦，好危险。那我想知道怎么样排水出去的，可以吗？可以啊，我带你们去看水泵，你们就知道了。好，可以。来看，这里就是我们的水泵了。哦，那水泵怎么把雨水排出去呢？假如说荷兰路一带的水位感应器感应到水位降低过后，这里的4个水泵就会把雨水引回荷兰路一带的沟渠，再流入史丹福分水渠，最终流往新加坡河。可是等一下，他说有4个，是不是？这边有5个哎，是不是我们在地下沉太久了，头有点晕？你有看错吗？我们不是的，最后一个是后备用的。那一般上会多久才可以把全部的水抽出去呢？用4个泵，我们是可以以4个小时内的时间把所有的雨水抽出去的，不管那个水量有多少。对，你们还采取了什么其他的治水措施呢？除了储存雨水和为雨水改道，我们也垫高了乌节路的部分路段。我们也鼓励商家装上防水闸门，避免雨水流入他们的商店。因为气候变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乌节路再有淹水的问题。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要特别的感谢强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能够体验下来20米的底下。谢谢你，谢谢。小岛国大发现，哇，回音好大，好喜欢哦！那我唱歌会非常好听。不要。
原来植物园地底下是15个奥林匹克赛池那么大的储水池，深度有30米那么深，主要是降低乌节路一带的淹水问题。这么浩大的工程呢，我们难得可以来到这里，当然要在这里打卡留念啦。耶！其实我们有那些设计师，他们会以颜色来搭配这些树，所以你会看到有红色的、有紫色的、有黄色跟。我会看到很多鱼来了，很多鱼来了，快点跑了跑了！原地原地。有人沟通，你可以付，跑！走吧。我就被抓了。